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iking 机车资讯网，我是小三。今天我们没有要试驾新车，我们要来为大家开箱一款轮胎，就是 Eurogrip Roadhound 猎犬胎。那 Eurogrip 这个来自印度的品牌我想大部分人对它都很陌生因为我们在换胎的时候，你想到的一定就是欧洲胎、日本胎、台湾胎，基本上你不会去想用什么来自印度的轮胎但是回到现实面，印度的机车市场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大了它每年光是内销的量就是1000多万台，非常的恐怖那也因为这样，现在除了各大国际品牌世界级的车厂会在印度设厂去做生产跟开发之外，印度本身的机车品牌也好，它相关的零配件厂商也好，都是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了那以我们这次所介绍 Eurogrip 来说，它就是属于印度 TVS 集团底下的品牌之一。那早期它就跟很多亚洲品牌一样主打一个中低价位，要的就是便宜实用这样的特性。可是因为它的市场量能够所以发展的很快，到今天它每年可以生产的轮胎条数已经来到3000万条了，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同时它也把它的研发中心设置在了意大利的米兰因为那边资源多、人才多，所以他们就在意大利去进行它的开发、设计、测试，主打的就是一个欧洲设计、印度制造就是说我要好用也要便宜，而且根据我们自己所得到的业界情报，它还持续的在吸收一些业界的一线轮胎品牌的人才因为人除了向上之外，也可能要往外发展嘛。那他们就把这些高端人才吸收进来，未来还要去开发一些高性能胎甚至竞技胎、运动胎这样项目的时候，它就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使用所以这个品牌 Eurogrip 现在它在全球已经有90多个国家地区在贩售了，在台湾刚开始。知名度还需要去打造，要去提升但是你可以期待它的未来性。好，那回到轮胎本身 ，Roadhound 猎犬胎这一款胎呢，它是一款主打全天候使用在各种情境、各种环境之下都好用的跑旅胎型。那这个特性其实你光从它的胎纹上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它采用了高海路比的胎纹设计也就是纹路比较多，而且均匀的分配在胎面的配置。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让它获得更好的排水性也可以让它在雨天、在湿滑路面上保持足够的稳定性。那另外，猎犬胎它是以高比例细化物胶料配方来搭配独特的夸扎这胶料，主打在各种环境之下干地、湿地、天冷天热都可以有稳定的性能表现。那同时也透过0度钢丝技术来搭配诉求中间调性的胎型和扎实的胎壁结构来让猎犬胎拥有柔顺的操控手感和高速行驶时所需要的稳定性。那上述这些呢，是猎犬胎它的基本调性但我相信大家更想知道的是，它骑起来、用起来感觉到底如何？那在开始进行测试分享之前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测试车辆是 Honda 的 CBR 650R。那安装的轮胎尺寸呢，前轮是120/70，后轮是180/55，胎压只是使用 Eurogrip 提供给我们的建议胎压值。好，那实际行人上路，猎犬胎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开始倾倒瞬间的反应呢是很快的这个跟我原本预期的不太一样，因为如果单看胎纹，还有 Eurogrip 所诉求的跑旅胎定位，我们直觉一定会联想到比较和缓的转向但事实上，猎犬胎它在直立转向倾斜的那个瞬间，它是很快它的反应很明确，不会有重拖的感觉。那这个部分它会有一点接近是接近我们过去习惯的运动型胎款，在一般公路上你要转弯、要变换方向，这样的特性都会让我觉得很顺畅。但是随着倾角的增加从轮胎回传而来的操控感会渐渐的就开始回到我预期那种比较和缓的感觉了。它没有延续刚开始转向时的那一种锐利感，而是变成以比较稳定的节奏来配合骑士的重心释放和转向。那这个部分其实很见仁见智因为喜欢快节奏骑乘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反应比较钝，少了一点利落感。再加上如果你骑的车不是追求性能的运动型车款，那么在倾倒的中后段或者是需要快速换位的 S 型弯道，其实会需要多花一点力气才可以保持明确的转向。那这个感受当然不会好，但反之这种特性，你也可以透过比较和缓的倾倒节奏，带来相当程度的安心感
在接近最大倾角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更完整的去掌握车辆的动向至少你会知道现在越来越接近极限了。所以简单来说，它的胎型设定它的操作手感，除了启动倾角的瞬间会比较快以外，中后段都是比较和缓、比较缓慢、比较钝的相较于快进快出的运动操作，猎犬胎它所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的骑乘风格。那至于抓地力的部分，定位在跑旅取向的猎犬胎，它不需要过高的工作温度在上路一小段时间之后，它就可以发挥出它应有的水准了。它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保持一致的抓地力。那它的抓地力对应到一般山路呢，我认为是够用的你稍微把骑乘节奏加快一点也可以。甚至像我们测试当天，其实路面环境并不是特别的好，我记得当时也是刚下完好几天的雨，所以路面比较脏小碎石啦、树叶都比较多。可是猎犬胎它从头到尾都可以保持足够的抓地力不会有异常的滑动感产生。只是我也要很坦白的说，对喜欢跑赛道习惯使用高性能运动胎甚至竞技胎，胃口早就被养坏的我们来说，在进阶操控的情况之下猎犬胎的抓地力确实没有办法跟高阶的性能胎比。尤其是在大倾角、重刹车、弯中提早开油这些状态之下，你一定会感受得到它的抓地力没有那么的强，它会比较快到达极限这个部分是确实存在的。对于重口味的玩家来说，它一定会比较不足那这个部分我们做轮胎开箱、做轮胎测试，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因为我觉得轮胎买回去之后是你每天用的，跟安全、跟乐趣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要讲清楚，它的抓地力有足够的水准，它是可以用的胎。多数情况下，它会让我觉得安心。可是你真的要跟高阶性能胎、跟运动胎比，没办法比，那是完全不同的调性但是对比到像 CBR60这样的车，对比到我的骑乘节奏，我不是去拼命，我是快节奏去拉伸，动力、操控习惯，它是对应得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很简单。如果今天你想要选择一条平常你就是比较休闲骑乘的，你希望在轮胎的价钱上可以省一点，然后磨耗表现可以好一点，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做长时间、长距离的磨耗测试但是根据我跟车友之间的讨论问了一些店家，它的磨耗表现还算是不错，算是耐磨的胎。那加上排水纹路也够基本上在干湿地表现都是一致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想选择一个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的跑旅胎其实我不太喜欢讲跑旅胎，我觉得就是全透后型的轮胎。以这样的定位来说，我觉得 Eurogrip 的 Roadhound 猎犬胎是可以试试看的选择那至于它相关的规格数据呢，我们就以图表形式呈现给大家最后还是那句话，其实在选择轮胎的时候，欧洲胎我相信是多数人的首选，日本胎、台湾胎也很好。现在忽然让你去试看印度胎，你一定会觉得这个可以吗？那以我自己实际试用的感受是可以至少基本的安全性、操控表现上它不差。那剩下就是看它对不对你的胃口了所以如果你想试试看不一样的轮胎，尤其在价钱上可以再多一点 CP 值，再省一点的话， Eurogrip 系列的产品呢是可以去试试看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所带的 Eurogrip 猎犬胎的开箱影片，我是小三，谢谢你今天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